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啤酒 CC。这支影片要教大家 S9德鲁伊要怎么玩动物园。原本想说跟上一季差不多，就不用出片了，因为除了开台玩暗黑4之外，我也都在玩暗黑不朽，时间有点不够。但是好几个实况观众跟我说他们需要看这支片，所以我就来出片啦。S9动物园虽然跟上一季差不多，但也改了几样东西。正统动物园顶装有可能可以挑战到110层，而上一支 S8赛季出的自动德鲁伊流派，这次也还是可以用，也是小改了一些。朋友已经用自动德鲁伊挑战过了100层。如果要抄自动动物园，资讯栏一样有 S9自动德鲁伊的暗黑盒，请大家享用。我的德鲁伊好伙伴就在灵域大军里面用自动动物园挂网挂到了10万多颗欧度石头，实现了欧度财富自由。那为什么我会玩动物园之后就不想玩其他的流派？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动物园流派是可以边走边打怪的，其他的流派除了之前的灾变德之外，都要停下来做一个攻击的动作。又因为可以边走边施法的关系，走路就会变得像我这样丝滑。我的观众就叫他德华。很冷，我知道，我也觉得我观众很冷。另外，自动动物园也可以快速换几样核心，就变成冲城打王的流派。如果要打荒城，自动动物园也是超 chill， 走过去怪就差不多快死光了，所以我极力大推动物园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快速介绍装备跟小技巧吧。那因为身为一个 ADHD 还有斗争玩家，我的影片通常只会讲重点，如果没有提到的话，希望你们能直接看影片下方资讯栏的 planner 来抄，不然影片会太长。当然，影片也可能会有没有想到的地方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在下方留言问我。这次介绍了2个动物园流派，一个是正统动物园，我在上个礼拜已经打完100层，今天做影片的时候做了一下功课，有韩国玩家已经打108层。另一个跟 S8 一样，全自动动物园，这次当然也是为了 S9 进行了一番改版。下面挑几个我认为可能会有问题的重点讲，先来讲正统的一般动物园。头盔剁灭，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如果没有剁灭，目标就先戴上加意志跟狼群优先的头盔，然后精华用同伴不会死亡这一个。金珠的部分，如果你不会依照自己的装备调整属性，那你可以全抄，不然可以依需求在装备上做些微调整。会这样说是因为有些极限属性非常需要金珠赌在某一个词条上，那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赌同一个词条，在同一件装洗10分钟我就会变身，变成一个想报复社会的心态。我通常洗到我快变身前可以接受就会停止，所以我大部分的攻略装备都比较平民，只要差不多能打到前5%成绩，我就不会想再冲城，可能以后有天梯榜再考虑吧。头盔老样子，符文就塞纳古跟瑟赫，在还没有纳古前，我是用希尔来拓荒，这会烂很多，但至少拓荒打怪时叫得出幽离狼。如果也没有希尔，我们就在包包里找找有没有更快让狼叫出来的符文可以使用就好。有观众说他动物园拖不太动，那其实动物园很吃符文，有符文后会差很多。胸甲我们一样目标是炸死，金柱可以拿到属性就全拿属性，没有炸死的话一样找有意志太古的胸甲，其他缺什么属性就补什么属性。精华的部分我是觉得随便，有什么就用什么。手套一样找意志太古，其他可以找护甲加幸运触发几率。如果都没有，像因为我这次没有什么时间打装备，所以我的手套是意志、护甲跟全元素抗性，反正一定要有意志就对了。这边跟着鞋子一起讲，因为我的鞋子也很烂，连意志都没有太古，主要这个流派会缺抗性跟护甲，抗性跟护甲我们一定要满的，要么鞋子有带全抗，不然就手套拿全抗。抗性的部分，手套、鞋子、戒指都可以上，护甲建议上在手套或鞋子上面。这2个金珠的部分，你缺抗性就补抗性，没缺就全上意志。鞋子的精华比较特别，这次我们使用恐狼精华，我们要把灰熊狂怒转成狼人形态，这样子有个好处，可以吃到血性狂吼的真伤，那血性狂吼的被动还会降 CD， 比熊人的炙摔狂吼还要好用。但可惜的是吃不到狼人巅峰盘，一开始我测试还以为吃得到，结果只吃得到狼群被动，它一样可以吸灵力，
但就是不吃狼群主动。淬炼的部分，手套如果幸运触发还没有8到90%，就打幸运触发，有的话就打狼群攻击速度。那我另外一个本来要打灰熊狂怒持续时间，但我用完复原卷轴后还是淬炼不到。裤子的部分一样风暴半身，太鼓要在狼群上面，金柱也全部都要打在狼群。我原本身上这一件运气很好，一下就顶狼群，但这件没有太鼓。后来有了太鼓狼群后，我的欧度就破产了。到最后还是没有升上去，你们加油！这件装备穿上去之后，你点你的狼群技能，技能会出现风暴的标签，右下写着电击伤害，这就让你的狼可以吃巅峰的风暴盘。武器符文3伊格尼跟库莱是魂灵师的技能，可以拉敌人，这是德鲁伊很重要的符文，因为狼群的技能范围不是很大，如果没有符文来帮你狙怪，在怪非常散的情况下，反而打更慢。如果你前期就打得到约姆，那前期拓荒时可以使用艾瑞达的无主意志这颗戒指，再加上约姆帮你放石化的大绝招，打低层的时候特别好用，怪一大坨的过来，比库莱还爽。没有伊格尼的话，可以用尼欧。武器的部分，请把金柱放在狼人双倍伤害上。我甩不到黄色，我烂。项链的部分，野性呼唤、毒爪、毒化这3个都很适合动物园。金柱选野性呼唤最好。精华的部分，我一开始是使用首领精华，没错，首领精华 S9 终于修好了，打木桩是有用的。但后来发现打怪不知道为什么比狂翼大熊烂很多。狂翼大熊放项链的话，我这身的装备好像都还有机会挑战105层。如果是首领放在项链，我的时间就会是负的。我跟另一个德鲁伊好伙伴讨论不出什么结果，只能猜测应该是2狼的 AI 太烂了，走路卡卡的，或是攻击不流畅。2颗戒指的话都要抑制，其他2个属性可以血加暴击，或是血加暴击伤害，或者元素抗性，抗性有缺就补。淬炼可以和灰熊狂怒降 CD 跟暴击伤害，金柱都放在抑制上，精华就用月怒还有狂暴人兽。那技能跟巅峰的部分，请参考 Planner。S9 赛季的咒法，我是使用毒助能，入梅使用烈光波，密奥用摧毁屏障，20%处决，取消伤害抗性灵气，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大秘里面更好的清怪。自动德鲁伊的部分，因为我这次玩的不是自动德鲁伊，是我的德鲁伊好基友玩的 S8 版本，也是他创出来的。他这次也一样做了 S9 自动动物园的版本，详细请看下面资讯栏。符文是尼欧加约姆，纳古加夸克斯，裤子穿鬼迷心窍，艾瑞达戒指一样，特效伤害越高越好。尼欧符文只要屏障一直都在，被怪物攻击都不算生命受到伤害，可以稳定触发约姆。其他部位防御面缺什么补什么，没缺就全金柱抑制。没有夸克斯之前，可以先用查克。咒法的部分，触媒使用流星雨，助能使用雷鸣粒子。密要用1伤加恐惧跟强韧，打大秘的时候强韧可以换处决。再补充一些，因为网络上的流派大多是近距离动物园，我一直以来都是远距离动物园，我都点自然之处。那自然之处我觉得比较适合用 AWSD 走路或是手把的玩家，或者你的狼群热键不是放在滑鼠，但这样会按到小额头巾，因为巨怪时会把怪拉过来，怪物就在你身边。如果想吃远距离加成，那就得用滑鼠走路走到远距离范围，这样很难边走边打，用键盘走路会比较适合一点。所以玩家们请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使用吃远距离加成的自然之处，大部分的人是不可以的，就建议走近距离的版本。巅峰盘的大地天雷就可以换爪雨牙，然后被动不要点自然之处。另外，关键被动的与自然合一，就有藤蔓的同伴数量，不用放在技能栏上也能吃到牧人哦。以上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来问我，我是还没有吃饭的啤酒 Z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拜拜拜。